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长期单身的男生和女生在关于自己为什么没谈恋爱的原因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自我认知。公司的设计大哥在被问到为什么自己30岁还没有脱单的时候，面不改色地回答说，现在的女生都很势利，要求在北京首付几百万，还得有户口，我做不到。而同样30岁的女生在被问同样的问题时，会有点尴尬地回答说，自己的年纪在相亲市场上已经不占优势了。朋友的表哥身高1.68米，体重170斤，对另一半的要求是身高1.63米以上，体制内工作，研究生学历，家庭经济水平相当。朋友很小心地提醒他，要求不要这么多，他的身高也是短板，好多女生可能会介意。表哥一脸不以为意地说，可是我的灵魂有趣啊，我工作前景好，他们如果因为身高拒绝我，是他们不懂我。我大学女同学在4大税务所工作，学历、工作、外貌、家庭全部没有短板。几次相亲失败之后，她问我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是不是应该放宽标准。同样是单身，似乎有些男生会把恋爱没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外界，而女生总是擅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朋友在和一个很心动的男生结束约会之后，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怀疑。他开始觉得自己兴趣爱好不多，让对方觉得无趣，于是报了游泳班、拳击课，一到周末就充实自己。他也反思是不是自己平时的打扮太中性，没有女人味儿，于是买了裙子、高跟鞋，收起了运动鞋和牛仔裤，对着镜子练习走路跟微笑。他甚至问我如何跟异性聊天才能显得不乏味，才能一直有话聊。他对自我的审视全面到似乎连头发的颜色不温柔都有可能成为爱情没有成功的原因。我很想给他一个答案，后来发现不论怎么解释都可以说得通。太强势是理由，没性格、太好脾气也可以成为原因。有点胖可能会被拒绝，但非常瘦似乎也不会被喜欢。一旦你决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问题永远层出不穷。男生的相对理性会让他们更尊重客观事实，明白所有的一拍两散绝对不是一方的原因，而有些原因又非个人能改变，所以绝对不会苛责自己。而女生天生的感性和自我要求总是会让他们陷入我是不是不够好，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被喜欢的困境中，然后越想越迷茫。去年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男生，有一次约会他迟到了1个小时，没有跟我解释原因，我因此取消约会，而他很生气，一整天都没有联系。漫长的24小时里，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太傲慢，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就开始以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报备行程。我不断在思考我说话的方式是否太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让对方觉得有压力。我也在想，要不要我先低个头，给他个台阶下。尽管我已经如此细致入微反思自己，希望能够适配对方，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如今脱单许久，我看着我好脾气又厚脸皮的男朋友，回想过去终于明白，在那段关系里我什么都没有错，错的只是他是不对的人。我男朋友是那种还没跟他恋爱就能跟我讲他一天所有安排的人，所以不会发生他什么事儿我反而不知情的情况。他是那种会为了哄我开心可以放下面子迎合我的人，所以也不会出现我生气断联他置之不理的事儿。
和他在一起之后，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不是该穿裙子有女人味儿一点，因为他觉得穿衣服自己舒服喜欢就好。我也没有考虑过我是不是太强势给他压力，因为我们两个脾气对胃口，几乎没有争吵和矛盾。一段关系不论戛然而止还是落寞收场，说到底都是两个人不合适。这种不合适可能是时间、地点、时机，也可能是性格、喜好、内在的不同。但不论怎么说，它不是谁犯了错，也不是谁该为谁改正什么，它只能让我们意识到彼此的不同，然后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找到更契合对方的那块拼图。我有时候会很欣赏那种所谓普通且自信的男生，这句话没有讽刺的意思，是真的。我欣赏他们不因外界的看法轻易动摇自己的选择，也欣赏他们对待感情往往是自信而洒脱的。他们坚信自己可以找到相互喜欢的人，哪怕自己平凡且普通，他们也不沉溺于失去的感情里自怨自艾，反而一笑而过，笑称是缘分的错。我觉得女生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当一段感情无疾而终之后，不要反复纠缠，也不要过分反思，轻松一点，就跟他说再见。反正更好的男人，他永远都存在，只要你相信你会遇到，你才会遇到。